小姐稍等，承安大人即刻就到。你没骑了？在本王的心中，他根本没办法和你相比。在我心中，你是不一样的。 腰带，本王不会忘了常如小姐的情谊，这条腰带，本王会一直放在身边。殿下，常如对你一片真心，你为何要骗我？为什么？李未央。 常如，二小姐，在想什么呢？想这么出神？啊，没想什么。二姐身体不舒服，怎么不多休息一下呀？我们家小姐看到高阳王殿下病好了，哪顾得了她自己呀？小姐，你说是不是？少胡说！高阳王殿下终于醒了，也不枉二姐多日的悉心照顾，这下你可以放心了。我现在倒是比较担心君桃，到现在还没有任何消息。 刚刚承安来说，南安王已经派人寻找君桃姐姐了。我相信过不了多久，君桃姐姐一定会回来的。南安王，南安王似乎对姐姐很好，还专程为了这些事派人来给姐姐送信。南安王外冷内热，其实只是不善于表达。之前送给他一个平安符，以感谢搭救之情。他表面上看起来不喜欢，但后来发现他居然戴在了身上。 姐姐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这条腰带本王很喜欢，常如姑娘的心思，本王明白。 这条腰带，本王会一直放在身边。之前送了一个平安符给他，以感谢搭救之情。他表面上看起来不喜欢，但后来发现他居然戴在了身上。殿下，在你心里，我是不是远远比不上李未央重要？我等了那么久，盼了那么久。 费尽千辛万苦才能留在你身边，却比不上一个怀着一心的李未央在你心里的位置。不，殿下是我的，我才是殿下身边最重要的女人。 我不允许任何人抢走它。如果李未央威胁到你，你会如何？绞杀荣会清除一切障碍，不是吗？李小姐，小姐如需送信，只需吩咐蓉儿前来就行，何必亲自前来？把信亲自交到大人手上，我才放心。还请大人多费心了。 属下一定会确保这封信交到殿下手上。多谢大人。小姐，小姐，我家小姐的头痛症又犯了，
用不用我请大夫过来？不用，能不能为我们准备一间客房，让我家小姐在这里休息一下？属下这就去安排。小姐，我们的人成功了。如今府内侍卫都在忙着救火抓贼。很好，你在这替我掩护。小姐小心！给我抓活的！给我追！蓉儿从哪里找来的高手？小姐怎么样？李小姐，府中闯入了贼人，李小姐这边没事吧？大人，请稍等。属下担心小姐的安危，冒昧打扰。多谢关心。时候不早了，我们也准备回去了。是否需要属下派人送小姐回府？不用，我也不想让人知道我来了这里。你忙你的，我自己回去就好了。我们走吧。原来这奏章藏有如此惊天的秘密。哼，有了它，我的计划可就事半功倍了。哦，对了，今晚找的人身手不错啊，竟然可以将府中的侍卫困了那么久。不会吧？奴婢找的只是一个小毛贼，让他在柴房放了把火而已。难道还有别的贼人？如果我猜的没错，那可不是一般的小毛贼，而是名震天下的赤云南赤云大将军。属下已经尽力了，可的确找不到奏章，也不知南安王收藏在何处。这件事不能怪你们。南安王能不动声色地隐忍这么多年，又岂是简单的人物？这么重要的东西，他自会妥善收藏。只可惜本将军纵横沙场，一直是敌人受制于我，如今我却要受制于人呐。走下去吧。是。将军，滚出去！之前你说身体不太舒服，现在好一点没有？我看你啊，脸色还是有点不太好，要不要请大夫过来给你看一下？我无大碍，只是受了些风寒，现在已经好多了，姐姐不用为我担心。哎，高阳王殿下好了吗？他也已经好多了。二姐照料高阳王殿下醒来，
圣上一高兴，会不会将二姐许配给殿下？哎呀，你呀，竟然敢取笑我！我看啊，是三妹你想嫁人了吧？是不是有心上人了？被我猜中了，是谁啊？姐姐真想知道吗？当然了，快说啊！其实我也不知道他是谁，他只是我小时候遇到的一个大哥哥。我记得43、44、45、46、47、48、49、50，够了。殿下，你也不要怪小人，毕竟我也是奉了昭仪娘娘之命，特来惩戒你。谁让您将昭仪娘娘最心爱的玉如意给打碎了呢？殿下，小人还要回去复命，恕不奉陪了。走。你哭什么？你是谁？我问你哭什么？他们都喜欢大姐，什么好东西都是大姐的，没有人理我，所以你就哭，真没用。你还说我没用？你刚才不也被人打得很惨吗？我怎么一样？我只现在力量不够，暂时忍耐。可是，没有人生下来就受欺受辱。等到有一天我强大起来了，我会让那些欺负我、看不起我的那些人千倍万倍的还回来。我绝对不会一辈子屈居人下。我要回去了。哥哥，你别哭了，早些回家，再想办法强大起来，把那些骑在你头上的人通通踩在脚底下。乖，回去吧。后来呢？有没有再见到他啊？没有，我后来再也没有见过他。妹妹很久没有进宫了，今日一定要听我的话，不要惹出什么事来，丢了李家的脸面。是，大姐。是他，那个大哥哥。大姐，那个穿蓝衣服的人是谁啊？啊，那是位皇子，刚刚被封为南安王。南安王。这么听来，还真是挺可惜的。见之不忘，思之如狂。我发誓，只要再让我见到他，我一定要想办法嫁给他。谁要与我争，我定不会善罢甘休。那我就祝你心想事成，早日找到自己的心上人。程姐姐吉言。李未央，从今日起，你便是我最大的敌人。